朝鲜惊现神秘五代机，就在最近几天，一张由西方商业卫星拍摄的朝鲜北部顺川空军机场的照片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张照片的最左方，赫然出现了一架外形酷似苏75的战机。好家伙，俄罗斯和朝鲜的技术转让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照片中所显示的位置是朝鲜顺川机场的一条 C 型滑行跑道，上面停放着朝鲜空军为数不多的米格29和苏25战机。当然了，这些大家都不陌生。最重要的是，在跑道最左侧却停放了一架外形别致的战斗机。当时看到这张图片，别说大兵了，就连拍照的西方人员都懵了，直接将其称为不明飞机。由此可见呢，就连他们也没见过这款外形独特的飞行器。一来二去，既然无法判断，那就索性将其上传到网上，这才有了大家现今看到的图片。而关于这架飞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各界呢也迅速展开了激烈讨论，并且很快形成了以下3个观点。其一，神秘飞机只是朝鲜的一个模型，旨在迷惑西方侦察卫星或者朝鲜空军用于模拟挂弹的训练模型。其二，神秘飞机可能是朝鲜借助外界帮助，进而开发出的一款五代机。其证据呢是它的外形酷似俄罗斯2021年推出的苏75战斗机。考虑到近期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以往的技术转让，不排除这也是转让的一部分。其三呢，神秘飞机可能只是朝鲜用于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新研制的一款无人机。毕竟以朝鲜先进的航空技术，根本不可能独自开发出一款五代机的。但是无人机呢，还是有概率的。这一点可以参考伊朗的 F313征服者无人机。那么以上观点真的正确吗？咱们接着往下看。其实呢，关于为何有人认可此观点，他们给出的原因有很多。其一点呢，便是朝鲜近期对顺川机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翻新和扩建。根据该国相关部门公开的一些消息显示，这次扩建可能是为了迎接一款新战机的到来。而经过这次扩建，顺川机场的跑道长度已经从2500米增加到了2800米，同时还修建了16个大型停机棚和24个停机位。至于为何确定是新战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朝鲜目前最强大的战机就是米格29了，但是它已经是很早之前的版本了，而且已经服役多年，因此朝鲜不可能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改造该机场用于容纳这些老战机。相反的，这些改进呢，显然是为了准备容纳一款性能更强大的战机，甚至是一款五代机，借此让朝鲜直接跨越4代半，进入五代机时代。不过这种观点并不可靠。首先，神秘飞机肯定不是苏5机。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神秘飞机的外形尺寸比苏25和米格29都要小，而机身数据方面呢，苏25和米格29的机身长度分别是 15.35 和 17.39 米。借此推断，神秘飞机的机身长度大概在14到15米左右。翼展方面呢，神秘飞机比米格29还要短一些，由于后者的翼展为 11.32 米，由此可以得出神秘飞机的翼展呢大概是在8到9米左右。因此该机虽然说外形上与苏75极为相似，但是尺寸上根本对不上，因为后者的机长为 17.37 米，翼展为 11.88 米，相差太大了。此外呢，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神秘飞机在气动外形上采用了较为典型的边条翼加三角翼的设计，且主翼翼尖应该是进行了切尖处理，同时它的水平尾翼采用了独特的菱形设计，其平尾前缘和后缘基本平行，有些类似于美空军的 F-22猛禽。这你总不能说是美国的帮助吧？至于发动机设计方面呢，从照片上看，神秘飞机的发动机舱较小，似乎在机体中部采用了蜂腰式机身设计，即安装机翼部位的机身截面积适当缩小，整体外形类似于蜂腰型，降低跨音速飞行时的零声波阻力。至于该机采用的是单发还是双发动机，从照片中呢并不能明显的分清。综合上述原因，大兵认为，如果只是从外形尺寸来分析的话，神秘飞机是五代机的概率很小。原因很简单，这里呢让其和米格21做一个比较。米格21机长 15.4 米，翼展 7.15 米，虽然翼展比神秘飞机稍短，但机身长度却稍大一些。
作为前苏联研制的一款3代战机，米格21采用了传统的雪茄型机身和机头进气结构，其机身内部空间较为狭窄，导致其燃油系数较低，同时机载电子设备也极为简陋。与之相比，神秘飞机的机身内部空间会稍大一些，也就是说，它的燃油系数比米格21更好，机载电子设备也更先进。但是神秘飞机小巧的机体尺寸却直接锁死了它的上限。一个尺寸和米格21不相上下的5代机，不可能有很大的作战半径。要知道，在不挂载副油箱的情况下，米格21的作战半径也就只有660公里。借此推测呢，神秘飞机可能只有700到750公里，并且电子设备也并不比米格21多多少。这要是都能将其称之为5代机，那么现今的各型4代半算什么？要大兵来看啊，除了外形酷似5代机之外，神秘飞机的尺寸就决定了它的性能会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仅作战半径和航电就无法达到5代机的水平。那么神秘飞机是否是俄罗斯与朝鲜技术转让下的成果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俄罗斯是否会转让战机的先进技术。关于这一点啊，大兵认为是有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其一，从朝鲜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俄罗斯很可能一直在默默支持朝鲜。比如说朝鲜的导弹奇迹，相比于空军和海军装备，由于导弹的技术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使其成为了一些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优先发展的项目。而朝鲜的导弹发展之路，早期呢就是仿制。1977年，在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在接受了朝鲜对其的军事援助后，便向其转让了飞毛腿 B 导弹和9P117发射车。之后呢，朝鲜便在该导弹的基础上仿制出了华松5号。紧接着，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朝鲜又成功复制了 SSN6 导弹，也就是后来的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至此，朝鲜完成了导弹技术的原始积累。后面呢，又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劳动系列、大浦洞系列弹道导弹。到了2017年，随着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试射，朝鲜导弹技术再次有了进一步提升。截止至今，该国已经拥有了火星14、15、17 3款洲际弹道导弹，其中呢17型号最高射程已经达到了 1.5 万公里。大家要知道，现今全球能制造洲际导弹的国家，加上朝鲜，那也就只有9个。而拥有射程达 1.5 万公里的洲际导弹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朝这4国。朝鲜的导弹实力可见一斑。最重要的是，朝鲜竟然还研制出了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由于技术难度太高，此前呢只有中美俄开发出来了。而相较于这些军事大国，朝鲜的成功是外界没有想到的，而且不只是一次。根据此前韩联社的披露，相较于之前试射的火星8高超音速导弹，朝鲜新一代高超音速导弹性能已经有所提升，发射速度已经达到了10马赫。也就是说，朝鲜发射该导弹的话，只需要1分钟就能抵达首尔上空。不过呢，朝鲜是如何在短短几年之内在导弹领域取得如此多的突破呢？大兵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在上世纪90年代，朝鲜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挖走了一大批军工人才，这里面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导弹技术和核技术，比如火星17所使用的发动机，就是从乌克兰获得的一款苏制发动机，朝鲜在上面呢实现了国产化。第二呢，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大概率是来源于俄罗斯，毕竟要是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仅凭一己之力，朝鲜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突破种种技术难题。综上所述，不排除俄罗斯转让了先进战机技术的可能性。还有就是俄罗斯目前的军费问题了，也可能是转让技术的原因之一。大家应该都知道，俄乌战争持续至今，俄罗斯每天花费的资金都在数亿美元左右，再加上国内各个军事武器项目的研发，俄罗斯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必须从外部搞到更多的钱来应急，比如此前大肆外销天然气资源。而这些呢还远远不够，于是朝鲜就成了另一个目标。毕竟近期韩国和美国对朝鲜的一系列制裁，使其迫切需要俄罗斯的先进技术，而5代机的技术呢必然是重中之重了。不然朝鲜空军立下落后的俄制战机，别说应对韩国空军现今装备的 F-35闪电2了，就连后者成体制的 F-15、16都无法抵御。
因此俄罗斯完全有可能让朝鲜出钱共享一些五代机的关键技术，或者一同参与到苏75的开发工作。当然，这核心技术肯定不会轻易传授了。而这次出现的神秘战机很可能是俄罗斯给朝鲜的战机模型，也就是先让朝鲜看看，免其不相信。只不过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不知道最终会不会出现和印度类似的情况。当时呢，印度也是和俄罗斯合作开发五代机，也就是现今的苏57。结果进行到一半，印度虽然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俄罗斯却在关键技术领域卡了印度的脖子，气得印度直接退出了苏57的研发项目。而除了上述的这些可能性，大兵还有一些关于神秘飞机的猜测。除了以上那些猜测呢，朝鲜神秘飞机还可能是一款教练机或者无人机。首先，神秘飞机尺寸上和传统的教练机相似，同时考虑到目前朝鲜空军已经完全掌握了米格21的性能，而且还有一些组装米格29的经验，那么基于现有的经验和技术，在米格21的基础上手搓一款高级教练机并非没有可能。最重要的是，对于朝鲜空军来说，目前确实缺乏相关的高级教练机，毕竟该国空军在一些重点部队正在改装新机型，对高教机的需求比较迫切，原有的教练体系根本无法用于培养现今的战机飞行员，总不能让新的4代机充当教练机的职责吧。因此，一款新式高教机对朝鲜非常重要。至于无人机的猜测，此前呢，朝鲜的无人机发展现状来看，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近几年诞生的无人机都是奇形怪状，就比如说这款朝鲜自研的外形酷似蝴蝶的小型无人机，在试飞时甚至意外地落到了韩国。也就是说，朝鲜完全有可能有动机基于米格21的尺寸，研制出一款拥有一定隐身性能，甚至能由4代战机控制的无人机。当然了，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就另说了。总结来说呢，现今这架神秘飞机到底是什么，朝鲜还并未向外公布具体的消息，可能也就是为了让各国产生一系列猜测，不然朝鲜完全没有必要将其停靠在跑道上，停在室内不是更保密吗？那么大家认为该战机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指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